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风吹半夏里首次和赵丽颖对戏，李光洁是怎么点评的？多年来，李光洁一直有个外号叫伶人社演员。剧版《山楂树之恋》中的老三林海雪原中硬朗果敢的杨子荣，电影《流浪地球》中执着热血的王磊等等都是他。在下一个角色身上，你绝不会看到上一个的影子。这部在目前正在江苏卫视热播的现实题材大剧《风吹半夏》里，李光洁又成了一位1990年代的外企高管赵磊。他与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相互扶持，最终携手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11月28日，这位剧中的商界预言家接受了上游新闻记者的采访，从对角色的认识到首次和赵丽颖对戏的感受，李光洁都仔细聊到了。商界预言家其实不好演，在电视剧《风吹半夏》中，赵磊这个角色跟包括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等在内的钢铁企业老板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是海外学成归国，上世纪9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他有着超高的眼界和学识。也正因为此，在剧中的商场交锋中，赵磊成为了一个商业预言家一般的存在。赵磊式的人生轨迹对于李光洁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因此他在进组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试图从影像资料和图片中找到赵磊的影子。李光洁坦言，对演员来说，不可能完整经历角色所处的每一个时代，所以一定要把剧本吃透，要尽可能的去感受赵磊在那个环境下的所思所想，去体会创业者和从业者在那个环境中的所有动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演员迅速进入角色，并和角色产生共鸣的途径。他表达角色的情感浓度很高。剧集播出之后，李光洁和赵丽颖的对手戏给了观众十足的惊喜。不少观众提到，虽然是破次元壁的组合，但莫名觉得非常搭。在李光洁看来，赵磊是许半夏事业上的最强辅助，总能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刻出现，完美促成了这段势均力敌的爱情。不管是个人的情感上，还是公司的运营上，亦或是对事业的规划上、局面的把控上，他都给了许半夏非常多的建议。李光洁解析道，他们都是很有头脑的人，对待彼此也都保持着一种平等的姿态。这种成年人之间的爱情，目标一致，很理智，很清醒。剧中赵磊和许半夏相互欣赏，剧外两位演员也默契十足。李光洁表示，《风吹半夏》虽然是两人首次合作，但配合起来非常流畅，这既得益于双方在拍摄过程中的全情投入，也基于演员间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会很容易形成一种情绪上和戏剧上的张力，让演员产生一种让观众信服的情绪。李光洁说道。对于赵丽颖，李光洁则更加不吝赞美之词。我之前看过她其他的作品，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专业且敬业的演员。赵丽颖进入角色的速度非常快，表达角色的情感浓度也特别高，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杀青后给妻子打包了锅包肉回家。熟悉李光洁的观众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模范丈夫和模范奶爸。他的个人微博中，除了工作，其余都是与妻子、孩子的生活日常。采访中，李光洁还透露，由于该剧大量戏份在哈尔滨取景，而自己的妻子又恰好是哈尔滨人，戏份杀青回北京时，自己还为妻子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惊喜。我从哈尔滨打包了一份锅包肉，揣着回北京了。李光洁笑着说，工作中100%全力以赴，生活中便尽情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如今的李光洁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
我和赵磊还挺像的。对于事业，我们都有自己的追求，也都很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对人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剧中，赵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事业低潮期，而正是这份坚持，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在李光洁看来，人生起起伏伏非常正常，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持内心最真实的渴望与热情。遇到喜欢的剧本，就好好去演，诠释好每一个角色。工作节奏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就好好生活，这也是一个充电的过程。李光洁表示。2. 赵丽颖凭《风吹半夏》再次大火，不仅演技获赞，还被观众取个外号。当下的电视剧市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各个平台为了收割热度都放出了狠招。网剧中271的一部轻轻日常小古偶收获绝佳的成绩，节奏进展不拖沓，剧情笑点与泪点兼具。另一边的某酷则用点燃我，温暖你与之对垒，陈飞宇刷新了观众的认知，颜值与演技备受认可，张婧仪就是妥妥的青春文女主脸，两人 CP 感拉满。不仅如此，上星剧也不容小觑，湖南台的《天下长河》是近2年难得一见的历史剧题材佳作，豆瓣评分高达8.2分，收视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卫视。眼下浙江、江苏2大卫视也坐不住了，联手播出一部新剧《风吹半夏》，开播后收视屡次破1，热度是实打实的。那么这部剧到底凭啥这么狠？大女主热血商战剧，叙事有张力。《风吹半夏》讲述了许半夏、赵丽颖氏、佟潇琪、欧豪氏以及陈宇宙、黄登登氏3人白手起家，从收废品到建立钢铁集团，在时代的浪潮里不断前行，期间与各色各样的商界人物博弈，经历了良心与资本的矛盾挣扎，成就了一番事业。该剧是一部时代群像闯剧，主要以女主许半夏的创业故事为切入点。像这样的大女主题材剧一向是观众的心头爱，只要能够拍出真实感，引起观众的共鸣，就算成功了一大半。而该剧在商战桥段的刻画上十分到位，剧中有个情节是许半夏帮裘碧正寻找手下郭启东背叛的证据，他进门前特意嘱咐佟潇琪不要一次性把东西全部拿出来。一开始许半夏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跟对方借钱参加废钢生意，用手中的证据当作筹码，并且率先抬高的价钱，最后凭借对人心的拿捏把100万收入囊中，看得人忍不住拍手称快。而许半夏找父亲借钱的过程却不顺利，后妈不愿意插手他的生意，商量过后对方又想要用他手中的房产抵押，目的明确，亲爸又跟着后妈站在一边。生意场上不输男人的女强人许半夏这一刻却在家人面前感到深深的无力。原生家庭的真实写照不光给丰富了女主的成长背景，也让不少观众瞬间感同身受。看得出该剧不是无脑的大女主爽文，而是真正落在实地上去展现平凡女性的不平凡励志之路。而且剧中群像也各有特色，滨海钢铁行业的老大哥武建设，遇事说一不二，是许半夏巴结的大佬之一。还有小洋人赵磊，外贸公司老总，他给人的感觉既沉稳又深不可测，有钱又有头脑，也是许半夏的官配。两人目前还是合作关系，却有点势均力敌的感觉。这种男强女强的设定比其他剧作更加好刻，恰到好处的感情线也不至于喧宾夺主。另外，像只想归隐田园和情人双宿双飞的冯玉、墙头草裘碧正、叛逆少女野猫等等角色都性格鲜明立体。可以说，风吹半夏在剧情、人物的刻画上能够做到引人入胜，剧中也有不少幅画到细节，展现了强烈的年代感，越看越上瘾。赵丽颖实力演绎大女主，外号亮了。风吹半夏在选角上相当用心，女主由85后大花赵丽颖担任，
能看出来她在近2年开始转战正剧领域。今年热播剧《幸福到万家》里，把农村女性和幸福一角演绎得活灵活现，刷新了观众的认知。而新剧中，她又化身成许半夏，穿着90年代的服装，烈焰红唇加上大波浪，在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在路上，自信又张扬，看上去就是走在时尚前沿的精致女性。同时，她的能力比颜值更加出众。在滨海钢铁行业里，很少能看到女性，许半夏却混得风生水起。在酒桌上，她知道谁是带着自己做生意的人，在舞建社面前做好晚辈姿态，一脸真挚的求大老带飞，笑容带着些谄媚。她也明白谁能给自己说点好话，看到裘碧正不想她插手废钢生意，她就话里话外透露对方也有事情求她帮忙。那个充满挑衅和威胁的眼神看的人，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角色的精明演绎得栩栩如生。许半夏对于商机的有着敏锐的嗅觉，发现废钢生意有前途后说干就干，就算没有钱又能怎么样？他语气坚定地跟陈宇宙说自己能搞到资金，就冲这份胆识，就知道他以后肯定不简单。当他与童萧琪、陈宇宙看着一片滩涂，2个男人畅想着未来的种种，又是说想要能盖大楼，又是说想要弄轮渡，而许半夏站在一旁淡笑不语。听完2人的话后转头离去，临走前陈宇宙忍不住问他干嘛去，他大喊了一声借钱，洒脱的气势看得人热血沸腾。不仅如此，许半夏也有女人味的时候，在赵磊面前逞强喝下一整杯白酒，回来就倒在地上不起来，正跟着童萧琪撒泼，结果听到电话那头赵磊的声音，又瞬间清醒，笑得一脸灿烂，仿佛在说生意来了，看得人忍俊不禁。不得不说，赵丽颖真是把这个有钱有颜有野心的许半夏给演活了，演技备受观众的认可，好评声音一片，也凭借精湛的演技收获了一个有趣的称号款姐，人如其名，看着就是妥妥的女大款、女强人。剧中许半夏的父亲和后妈把这个称呼一说出口，观众顿时就有画面了，确实与这个角色十分契合。于是弹幕上的观众们也纷纷叫起了款姐，看来这个称呼被赵丽颖给带火了。总而言之，风吹半夏能够拍出商战、年代、女性的元素的精髓，剧情跌宕起伏，矛盾冲突设计到位，对现实里的人情往来也有着真实的呈现，让人代入感十足。另外，赵丽颖的演技成为一大加分项，把款姐的风采演绎得深入人心。眼下该剧还在更新，期待后续的精彩演绎。那么你觉得剧中赵丽颖的表现如何呢？